日本和印度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外长、防长2+2对话，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推进军事合作。日印还抱团渲染所谓中国海上扩张论。那么，此次对话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日本同意紧速协调出口名为“独角兽”的舰载雷达系统到印度。印度武器万国造，核心装备一直靠购买，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很多。 日印双方20号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合作，以及推进安保合作，包括修订两国2008年签署的安保共同宣言等。对话期间，双方还讨论了推进日本自卫队与印度军队联合训练的问题。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还会见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莫迪表示，印度与日本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并呼吁双方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国防制造领域加强合作。这是时隔2年，日印重启2+2对话。印度只与少数国家建立了2+2对话机制，除日本外，还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俄罗斯。 当然，日本的着眼点肯定是说，我尽可能的卖装备，是吧？但是呢，他为了迎合印度，其实是可以在技术转让方面做出一些让步的。所以我觉得两国未来确实有这方面的合作空间吧。那么这样的合作呢，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它会增大对印度的影响力，或者说提高日本的这种军工大国的形象。从印度的角度来说呢，确实可以借着日本的技术，然后在国防工业领域呢，能够就是做得比现在更好，增强它的独立性。日印还打着中国威胁的旗号，在对话期间谈论所谓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海洋自信，并借此确认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及推进美日印澳4国在4边机制框架下的合作。 日本和印度抱团的背后，隐藏着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险恶用心。日本替川和平财团高级研究员渡部恒雄21号在社交平台评论认为，日印扩大防务装备技术转让和联合训练取得进展，不仅有利于两国防务和印太地区安保，对美国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已无法维持中东和欧洲的2场战争，也无法将力量集中于印太地区，因此美国盟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日本之所以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因为日本面临着与美国关系恶化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阿图尔·科利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深受其与美国密切关系的影响，因此日本也感受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态度的潜在变化。 尤其是在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背景下，因此日本应为美国的孤立主义转向做好准备。在地区层面，日本还要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提供核保护伞。 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并没有真的占到印度什么便宜。他了解那些国家呢，特别在乎中国，然后我就利用我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用中国作为一个筹码来吸引你们，在很多问题上呢，对印度呢非常的迁就，非常的讨好，千方百计的拉拢，他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此次日印2+2对话最值得关注的一项内容是，双方同意尽速协调从日本出口舰艇用通信天线到印度。正在考虑出口的天线系统被称为“独角兽”，是一种舰载雷达系统。它集中多个天线到一套系统，得以缩小体积且有助于隐形，可在低空、近海发现来袭导弹和无人机。 独角兽天线系统由日本企业开发，已被安装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上级护卫舰上。如果日方确定出口这套天线系统到印度，将是根据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即出口防空雷达系统给菲律宾后，第2次出口成套武器设备。 事实上，关于独角兽系统的双边谈判，日印已经进行了数年。一名官员表示，印度倾向于引进有限数量的此类系统，并进行技术转让，以提高军舰的隐身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的军工产品在印度很有市场，但多元化采购也让印度的武器保障体系变得更为杂乱，这在战时将成为致命弱点。印度现在也自己在造什么驱逐舰啊、护卫舰啊。 那他要想隐身的话，确实需要一款这样比较先进的，所谓的叫独角兽天线。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印度呢看重的不仅仅是独角兽这个装备本身，它实际上是想得到技术，他们想最终实现呢在
印度自己生产，因为毕竟是尖端的技术，它愿不愿意转让给印度？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不确定因素。虽然莫迪近年来提出印度制造的武器国产化和国防工业自主化计划，但由于本身缺乏技术能力以及基础工业落后，印度关键武器装备仍然是万国造，装备来自10几个国家。以号称印度国产航母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为例，它的大部分核心装备都依靠进口，包括美国提供的燃气轮机和拦阻索，俄罗斯的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未来还将替换为法国阵风 M 舰载战斗机，防空导弹和雷达则来自以色列。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些国家中断相关的技术支持，将严重影响印度航母的战备能力。印度武器万国造不仅让印军后勤部门疲于应对，也让其武器面临互通困境。印度最普通的步枪就有至少6个口径，印度本国为这些步枪生产合格子弹都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各国表面上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展现出积极配合印度制造的姿态，但实际上仍拒绝分享核心技术。例如，印度卡尔瓦里级常规潜艇虽实现95%的国产化，但缺少的5%正是该级潜艇的核心技术。万国造啊，实际上最终它是压制了印度的这种自研的水平。如果一个东西你很容易的就买到了，而且觉得比我们自己生产的还要好，还要便宜，那你有什么动力去自己研发呢？有的时候呢，你自己研发出来的东西，他的军队还不喜欢。比如说什么阿琼坦克呀、光辉战机呀，这印度军队自己都拒绝接收，他们觉得还是这个进口的好。所以我觉得你这种万国造，最后呢，其实是对本国的军工产业是一个很大的压制。印度和日本举行防长和外长2+2对话会，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修改2008年签署的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以全面加强双方的防务合作。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注意到，在这份联合声明中，日印不仅进一步确认了双方的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而且在某些防务合作方面，日本对印度的支持甚至比美国还要激进，大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意味。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最近的美印关系的确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其次，前一段时间，由于印度特工不仅在加拿大境内暗杀了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而且还准备在美国境内如法炮制，这就触及了美印关系的底线，引起了拜登政府的反弹。其二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印度不仅没有跟在西方国家后面制裁俄罗斯，甚至还加大了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采购力度。尤其让美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莫迪总理还不顾西方反对，执意访问了俄罗斯，拥抱了普京。第三，这是因为近年来美国忙于俄乌与中东2场战事，难以顾及印太地区，顾不上经营美印关系。这3重因素不仅导致了美印关系的貌合神离、面和心不和，而且还进一步导致了印度在印太战略上的3心2意。而只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当中，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属于太平洋上的国家，只有印度才是印度洋上的大国。要是没有印度的参与，印太战略就名不副实，只能缩小为亚太战略。我认为正是因为看到了美印关系以及印太战略出了问题，看到了美国的力不从心，日本才决定向印度伸出橄榄枝，进一步加大双边的防务合作。也就是说，日方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美印关系出现尴尬局面之后的火线救场行为。根据刚刚公布的日印联合声明，双方将会在太空和网络领域，还有联合军事演习层面加强合作之外，日本还将向印度提供搭载于军舰上的先进通信天线。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在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之后，印度是日本对外出口防卫装备的第2个国家。此前，日本曾经向跟中国存在着南海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出售过防空雷达系统。而且，日本提供给印度的这套通信天线，还是日本自己研发的独门武器。这套舰载雷达系统，它的绝活是可以在低空和近海发现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它已经被安装在日本自卫队最为先进的护卫舰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6月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印度的时候，不仅跟印度签订了长达5年的军工合作计划，共同生产包括导弹在内的进攻性武器，而且双方的合作也触及到了包括开发太空在内的一系列敏感区域。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在拉拢印度上都是下了血本的，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我认为美国和日本之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光是凭借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号召力，以及经济层面的合作，并不足以说服印度吃了秤砣铁了心，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印太战略当中，而是要在印度最为在乎的安全领域，让印度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同时，美日认为，只有跟印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领域合作，尤其是让印度从依赖俄罗斯的武器，转而全面依赖以美日为首的西方武器，印度才有可能会在印太战略上真正为美日的马首是瞻。而最近俄罗斯自己生产的武器正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压根就顾不上印度的需要，这让美日看到了利用印度，让印度在防卫体系上彻底依赖西方的机会。除了将太空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内容纳入到了修订后的联合宣言外，日印两国在联合声明中还隐约将矛头对准了中国。那对此您有作何解读呢？很显然，美日在安全防务上向印度伸出橄榄枝，以及日本拉拢印度投入印太战略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不过，我认为由于存在这么几重障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日都很难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其一是美日拉拢印度搞印太战略，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由他们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新冷战。然而，在印太地区，除了美国还存在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思维，以及日本会紧跟美国的步伐之外，其余的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着这方面的所谓使命感。尤其是印度，或许嘴巴里面念的是意识形态的经，但心里想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其二是从当前的历史阶段来看，莫迪印度梦的核心就是要让印度成为在地区具有主导性作用的区域强国。具体来讲，就是第一，要能够主宰整个南亚次大陆；第二，要能够主宰印度洋，让印度洋成为印度的洋。美日搞印太战略的目的，这是冲着南海和台海而来的。这也就注定了印度和美日在根本性的战略目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三，美日拉拢印度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印度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帮助美日扼守住印度洋，尤其是帮助美日从马六甲海峡外围封锁住马六甲海峡。而眼下印度跟中国的纷争主要集中在陆地边界上，这也就注定了眼下印度最为关注的东西，不仅美日并不关注，而且美日压根就帮不上忙。